大家好，当你在 Windows 里边开发一个 Batch 脚本文件的时候，也就是 Windows 的批处理文件的时候，大概率会这样操作：在搜索里边输入记事本或者 Notepad， 然后打开这个记事本程序，这样就新建了一个文件，然后把你要编写的脚本信息噼里啪啦的写进去。假如说我们就输入这些脚本信息，那这个脚本信息是输出 Hello Batch 这个文字，然后让你输入你的姓名，最后再显示在这个控制台上。然后我们点击文件，点击另存为，把它存在桌面 Hello Batch， 扩展名是 BAT 的。那下边这儿一定要选择所有文件，这样扩展名才能选择 BAT 的。编码是 UTF-8， 点击保存。然后我们还需要打开 CMD 命令，在搜索这儿输入 CMD， 打开命令提示符，导航到这个文件所在的目录。我们来看一下它在哪个目录下，应该在桌面 CD Desktop， 就是这个 Batch 文件。然后你输入这个 Batch 文件的名称，运行的还都是乱码。为了修改这个乱码，我们就需要到这个 Batch 文件里边去修改代码。修改好之后，还点击文件，点击保存，然后再到这个命令行窗口里边去运行一下，来看这个错误修改的怎么样。那这样就非常的复杂，让这个开发的过程，我们需要在文本文件里边去编辑，而且这个文本文件里边的命令还没有高亮显示。大家如果做开发，有一些编辑器，你输入一个字母，它就会把这个字母开头的所有的命令都提示出来。你再输入一个字母，它会提示的范围更小一些，方便你选择。那这个文本编辑器是没有这个功能的，那这样让你的开发变得缓慢，效率低下。那有没有办法找到一个开发环境能够像开发 Python 或者 Java 这样的程序一样方便的去编辑命令、运行命令、调试命令呢？那这个视频我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打开微软的 Edge 浏览器，在必应搜索引擎里边搜索关键词 VS Code。那大家看这个链接 Visual Studio Code， 那这个就是 VS Code 的官方网站。我们点击这个 Download 的链接，打开下载页面。那在这个里边，我们只需要点击 Windows 这个链接，就下载它的 Windows 安装程序了。点击一下，很快就下载下来了。下载好之后，我们只需要双击这个安装程序来安装 VS Code， 基本都是非常直观的，不用修改，点击下一步就可以了。这儿选择一下创建桌面快捷方式，这样的话就会在桌面上创建一个 VS Code 快捷方式。这个两个 checkbox 也可以选上。这一项添加到 Path 里边，这个副情况一定要选上，点击下一步，点击安装。看到这个界面就已经安装好了，我们点击完成。因为运行 Visual Studio Code 这个副眼框选中了，所以它就自动的打开了 Visual Studio Code 这个应用程序。大家看安装好之后，这个 VS Code 它上边的菜单还有信息都是英文信息。那我们想把它改成中文版本了，怎么办呢？我们可以点击左边这个 Extensions 扩展，或者点击 View 这儿一个 Extensions 这个菜单。点击好之后，在这个搜索框里边输入中文简体，回车搜索一下第一个 Chinese Simplified， 点击 Install， 那它就会把这个中文简体这个扩展包添加到这个 VS Code 里。然后右下角有一个提示信息叫 Change Language and Restart， 改变语言并且重启。我们点击一下，它就会重启 VS Code， 然后把这个语言就都改成中文的。那现在缺省的 VS Code 它的背景都是黑色的，它是黑色主题。那如果你喜欢浅色主题，你可以点击左下角这个齿轮，点击主题，点击颜色主题，选择一个浅色主题，比如这个现在就是浅色的。那现在就到了重中之重，我们该如何在 VS Code 里边编辑、运行、调试 Windows 的 Batch 文件代码呢？我们也点击一下这个扩展，然后在这个搜索框里边输入 Batch就可以了，它会有很多 Batch 的插件。那我们先安装这个插件，叫 Batch Snippets， 点击这个安装，把这个扩展安装上。安装好之后，我们点击左边这个资源管理器，这有一个打开文件夹，我们点击一下这个按钮。我们在电脑上打开一个存放 Batch 文件的文件夹吧，我新建一个文件夹叫 Work， 点击选择文件夹。现在我这个资源管理器里面选择就是 Work 文件夹了。我们右键单击这个面板，点击新建文件，起个名字，比如叫 test.bat， 那这就是个 BAT 文件了。那在右边我们就可以输入 Batch 文件的代码了。我在输入的时候，我只输入 EC 两个字母，它就会把包含 EC 两个字母的相关的命令全都提示出来，列在这里。这样一来，您在编程时无
无需费心记忆具体命令，从而能更专注于逻辑实现。这不仅提升了开发效率，也减少了人为的错误。那这个功能就是刚才那个 batch snippet 扩展提供的。那现在我已经把我这个例子中的 batch 命令全都书写进来了。那如果我们想运行这个 BAT 文件，我们该怎么运行？那么还需要添加一个扩展，还是点击这个扩展，在这还是输入 batch， 有一个扩展叫 batch runner， 它是441000的下载量，点击安装这个扩展。好，现在安装好了，我们关闭一下这个扩展。这个时候我们再打开这个 BAT 文件，你看右上角多了一个箭头，那这个箭头就是 run， 有一个下拉的箭头。我们点开之后有3个选项 run as administrator 和 run with arguments。 那我们现在就点一下 run 来运行一下这个 BAT 文件，运行了，但是输出都是乱码。之所以输出乱码，根本原因是因为 batch 文档保存时使用的字符集和控制台输出文字时使用的字符集是不匹配的，无法使用同一字符集对文字进行正确的编码解码，就出现了乱码。那我们这个 batch 文档的编码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右下角，在这儿有一个编码叫 UTF-8， 也就是我们这个文档是 UTF-8 的。那你可以点击它，选择通过编码重新打开，这儿选择另一个编码也是可以的。但我们一般都是 UTF-8， 这个编码是非常好的，我们就不用改了。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batch 代码。那在这个里边，这个命令输出的文字它是什么编码呢？现在我们也不太清楚，但是我们可以把它设置成要求以 UTF-8 的编码格式输出这些文字。我们只需要在这个 batch 脚本的开头添加这行命令 chcp :65001 箭头:now。 这个 chcp 是 change code page 的缩写，它是一个 Windows 内置的命令。这个命令可以修改当前控制台窗口使用的字符编码的规则。那65001对应的就是 UTF-8 这个编码，箭头 now 代表屏蔽命令的执行结果。我们先在底下这个终端运行一下这个命令，给大家看一下效果。chcp :65001，如果我不加后边的箭头 now， 回车之后它会显示一行信息叫 active code page 65001。那如果加了这个箭头，这个信息就不显示了。那我们在这个 batch 文件里边是不希望显示这个信息的，所以就要加这个箭头 now。 现在我们加了这行代码之后，保存一下，再运行一下这个代码。现在这些文字都已经是正确显示了，不是乱码了。但是这个输出还是有一些问题，比如说这个井号输出文字本来是应该当做注释的，结果它把这个也输出来了，包括这个井号获取用户输入、井号变量调用，这些井号后边呢都应该是注释，但是它给输入到界面上了。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因为它源代码里边这个注释是写错了，要想写注释我们应该这样写，比如说这句话我们想当注释，我们把它剪辑下来，把这个井号去掉，用2个英文的冒号后边加上你要注释的文字。同理，我们把其他的注释文字也都改成正确的。大家看一下，这个注释一定是一行开始，如果你把这个冒号文字加到某一行代码的后边，它是没有效果的。我们也可以看看，把这剪切下来搁在这儿，你看这个时候我们保存一下运行，它这个 hello batch 后边还要输出文字内容，它没有把这当成注释，我们还是改回来。我们再运行一遍 hello batch 后边就没有了，它就是 hello batch， 请输入你的名字，就是这行代码输出的内容，让我输入我的名字，回车欢迎 Jerry， 就是这行代码输出内容。如果你想在 VS Code 里边对这个 batch 文件的代码进行调试，这个插件是没有提供设置断点这个功能，那我们可以使用 pause 命令，也就是暂停这个命令。在运行 batch 文件的代码的时候，碰到这个命令，那这个程序就暂停执行。那这样就可以把相应的变量的值打印出来，来观察这个变量值是不是正确。我们修改一下代码，添加这2行代码，这样当用户输入名字之后，想看看这名字对不对，那我就先把这名字打印出来，然后后边这就是 pause 命令。那程序运行到这儿就停止执行了，先不执行下边了，你就可以在这之前看看这名字对不对。如果这个名字是对的，你再一回车，它就会结束这个 pause 命令，继续执行后边这个命令。最后还有一个 pause 命令，这个 pause 命令就是为了让你看看这个结果对不对。那打印这个变量的值的方法都要用这个 echo 命令来把这个变量的值的内容打印出来。在 batch 脚本里边，如果你要想修改一个变量的值，就使用这个 set 命令，调用这个 set 命令修改了一下这个 name 用户输入的名字的值， set :name 等于 batch $name $。那这个$name $是对 name 这个变量的引用，那这行命令就把 name 这个变量的值前边加个字符串 batch， 然后再赋给 name 变量，从而达到修改 name 变量值的目的。大家一定注意，这个等于号两边是不能有空格的，如果有空格的话，这个变量的值就修改不了了。那我们现在保存一下，再运行一下，输入 Jerry， 现在 name 变量的值就是 batch Jerry 了，下面这行就输出欢迎你 batch Jerry。我们现在总结一下，如果你要在 batch 脚本里边打印变量值，就用
echo 命令。如果你要暂停程序执行，设置断点，就用 pause 命令。如果你要修改变量值，就用 set 命令。我们再来看一种错误情况。我先运行一下这个代码，它出现错误信息是 The syntax of the command is incorrect。某一行命令有语法错误，但是我不知道这是哪行代码出了错误信息。那这种情况怎么办？我们可以在这个 bash 文档的最开头把这个 echo off 改成 echo on。这个 echo on 的意思就是把这个 bash 命令以及这个 bash 命令的结果全都打印出来。那我们再运行一下，你看，那 bash 命令是 set log 等于 log txt， 然后就出现这个错误信息。那也就是说，这个命令之后就出现这个错误。那这样我们就能够找到这个错误是在哪行代码发生的，这也是一种调试错误的方法。如果你的 bash 文件代码非常长，里边的错误信息比较多，这个终端窗口显示不完，该怎么办呢？我们有一个方法，就是把你的 bash 命令和这个命令产生的错误信息全都输入到一个日志文件里面去，然后我们再分析日志文件，找出错误在哪里。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例子，在我们这个 bash 代码中，这句话肯定是会抛出错误信息的，我们可以运行一下。这就是错误信息 environment variable pass hello not defined， 输入名字，这是它输入的结果。我们怎么才能把这个 bash 文件中代码的运行结果全都输出到一个日志文件里边呢？可以这样操作。我们首先到这个目录下看一下，就在这个目录下 test.bat， 我们用这个向右的箭头把 bash 命令脚本的输出重定向到一个文本文件里，后边这个2箭头 and1， 这个2代表是标准错误输出，右箭头代表重定向 and1 代表标准输出的位置，也就是 log.txt 这个文件，这样就把错误信息也都输出到这个 log.txt 日志文件里边。这时候我们再运行一下，你看左边出现了一个文件叫 log.txt， 我们点击它，在这个文件里边我们就能够看到所有的 bash 命令输出信息以及错误信息。那如果你想把这个命令也输出到 log 文件里，我们可以把这个开关再打开，变成 echo on。我们再运行一下这行命令，它就会在左上角生成一个新的日志文件 log1.txt， 我们点击它，你看这个里边就会把所有的 bash 命令以及命令的输出结果以及错误信息全都记录在 log 文件里边。最后感谢您订阅我的会员频道，谢谢您的关注与支持，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